看着睡在吊床上面的人，因为藏色买的吊床，虽然是为了魏无羡好，但是蓝忘机也好长一段时间没能和魏无羡近一点的机会了。只从上次给他洗头之后，魏无羡就一直忽冷忽热的。实际上魏无羡是想冷的，但是在家长面前还是要演戏的，才会给蓝忘机一种忽冷忽热的感觉。或许蓝忘机还应该感谢藏色和蓝夫人在，不然魏无羡都想搬去别的房间睡了，太折磨人了。就像现在，他明明已经感觉到蓝忘机在面前了，照他以往，他一定会以为蓝忘机想要暗算他，但他现在却是不知道蓝忘机想做什么，甚至还有点小期待。他面上连睫毛都没有颤动，心却剧烈的跳的，让他需要屏住呼吸来控制。到底要干什么？谋杀算计还是吻？果然是吻。蓝忘机，靠！蓝忘机居然亲了他的眉心，干什么？他拼了命才忍住想睁开的心，他更不敢呼吸了。他就知道，蓝忘机就是觊觎他，这条他倒是想对了，但他错的就是一直没敢往心里想。魏无羡现在真的是实力演绎，表面淡定，内心慌的一批。他甚至觉得抓到了蓝忘机的把柄，想要睁开眼大声地问他：你是不是馋我的身子？你干什么亲我？你干什么亲我？但是陷入爱情的男人可能就是傻，他居然在想蓝忘机待会要是赖账怎么办？算了，还是当作不知道吧。蓝忘机也是入了魔，想到这几天魏无羡的冷淡，白天没时间解释，晚上魏无羡就不想理他，也是憋屈得很。现在看到他乖乖睡着的模样，却安心的一塌糊涂。算了，就算他没错，也可以哄他。两个人都太过紧张，都怕被发现，就忽略了对方其实都清醒的不能再清醒的事实。魏无羡感受着蓝忘机吻他的眉心，接着是鼻梁，最后却没有落在唇上。魏无羡心下一松，却又有些落空。蓝忘机是怕自己的心跳吵醒他，魏无羡一边怕自己剧烈的心跳被听见，一边又觉得蓝忘机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刹住了车。被子里的手握成拳，他忍住了想要回吻的念头。算了，还是再等一等，等名正言顺，等光明正大，等到可以不偷偷摸摸的吻他。反正总会有那么一天。魏无羡美滋滋的睡着。第二天就像没事发生一样，突然对蓝忘机的态度回到之前。蓝忘机不解之余只剩惊喜，也没去深想。只是魏无羡突然好像开始会依赖自己了。比如，蓝湛，你觉得这车怎么样？会征求自己意见了。蓝湛，晚上吃什么？开始有期待了。蓝湛，我们出去玩吧。会约自己了。但他的腿，我没事，你推我出去就行了，还是你不想推？想。那走吧。蓝忘机把他推出了门，离家不远处就有一个小公园，里面还有很多玩闹的小孩子，还有好几个小孩子围过来看魏无羡的腿。魏无羡揪揪这个的脸，玩玩那个的羊角辫，好一会儿身边的小孩子才散去。他装模作样的叹了一口气。哎，怎么了？蓝忘机的心一紧，联想到魏无羡可能是想要孩子。没什么，觉得自己老了。魏无羡动了动腿，看着自己被墨额脏兮兮的绷带。其实也不是觉得老，是突然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好像自己真的和蓝忘机走到了白头，他已经走不动了，而蓝忘机推他出来玩。该换药了。魏无羡觉得蓝忘机太热衷于换药了，换药这种事已经不需要去医院了，蓝忘机早就把药领回来家里换了。起因是魏无羡第一次去医院换药是一个女护士给他换的。由于伤在膝盖，魏无羡都是穿着短裤，还是那种特别宽松的，只要想窥探都能看到魏无羡的大腿根部。这还不是最酸的，最酸的是女护士软着手指在魏无羡膝盖打滑揉捏的时候，蓝忘机觉得一口气都卡在喉咙口，甚至想把魏无羡的腿抢回来，最后还是硬生生的忍住了。心下确实烦躁，耳边全是那个护士按一处问一句痛不痛，感觉怎么样？酸吗？的画面，但也只能心生闷气了。下一次去的时候说什么蓝忘机都要找个老中医给他上药了。老中医不止上药，还能传授蓝忘机。对，向下用拇指按压。老中医笑眯眯的，也乐于蓝忘机帮他。怎么样？蓝忘机颇有些紧张。魏无羡忍住了想翻白眼的冲动，
他只想跟蓝忘机说不止不痛，甚至还有点痒，一点都也不像治疗，像是抚摸，还蛮色情的。色情到在家里被蓝忘机按摩的魏无羡，突然想拿脚去抬蓝忘机的下巴。上次在浴室他想到了禁欲管家 X 不服管教的小少爷 play， 这次他想到了调教女王 X 宗成管家的 play。蓝忘机身材好，长得好，床上功夫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吧？要不让蓝忘机履行一下义务？但是怎么搞好？酒后乱性，蓝忘机也不知道酒量怎么样，他看着自己残破的身子陷入了深思。他要喝酒，蓝忘机估计是不会同意的。但是怎么办？他好缠蓝忘机的身子，在线等，有点急。第二天，魏无羡趁着蓝夫人和藏色出门，就打算付诸行动。蓝忘机正巧周末也没去上班，他躺在沙发上玩着手机，眼睛却瞟着厨房的蓝忘机。为了造福自己的五脏六腑，他硬是跟蓝忘机说他的嘴里快淡出鸟来了，好说歹说，蓝忘机才答应给他整一顿大的。当然，魏无羡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是想趁着花前月下，虽然没有真花，但是有蓝忘机这株高岭之花呀，秀色可餐，再加上美酒，那真的是爽歪歪了。魏无羡险些在沙发上笑出声来，他甚至已经想好灌醉蓝忘机的流程了。此时此刻只等蓝忘机搞定饭菜了。他朝着厨房的方向躺着，百无聊赖地欣赏着蓝忘机的背影。以前虽然觉得蓝忘机好看，却没有什么兴趣，现在才真觉得捡到宝了。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？真的是暴殄天物，气！他想狠狠地拍一下自己的大腿，反应过来自己的腿残了，只能气愤地埋在沙发里。蓝忘机转头看到的就是魏无羡埋在沙发上拱来拱去的仓鼠样。蓝忘机的嘴角像是微微上扬了一点，又若无其事地转回去做饭，只是心却静不下来了，甚至有些后悔刚刚为什么要把魏无羡赶出去，线下却频频想要回望，看看那人在什么，在笑，在发呆，还是在干别的。好不容易把饭菜端上了桌，魏无羡就瘸着腿蹦着过来了。蓝忘机一直留意着他的动作，在他扑过来的那一刻就稳稳接住了他。小心，嘿嘿，这不是有你吗？魏无羡笑嘻嘻地凑上前嗅了嗅，好香啊，就是太素了。你不能吃辣。蓝忘机补充道。也不能喝酒。魏无羡挑了挑眉。哎，可是我从比赛到现在，我赢了，我一点快感都没有，我的腿也瘸了，辣的不让吃，有什么意思啊？魏无羡哭丧着脸哀嚎。你待如何？蓝忘机神色冷静的，像是在对待一只耍性子的小猫，脸色都没变一下。我想喝酒庆祝我得冠军，嘿嘿嘿。魏无羡这话说的脸不红心不跳的，听的人却觉得有些无语。毕竟魏无羡的腿坏了也有好些天了，从来都没有提起要庆祝冠军的事情，偏偏这时候提出来了。不对劲，这是蓝忘机的第一直觉。不可以，但我真的很想喝呀，一点点。魏无羡眨巴着他的眼睛看着蓝忘机。不行了，行了，我也不是很想喝，越说越小声，说的蓝忘机都要动摇了。他突然话锋一转，你也可以替我喝嘛，是不是啊，我的 lucky star？ Lucky star，